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陕西的青木川古镇，这里算是陕西的最南边，属于三省交界的地方。陕西、甘肃、四川在这里呢，还保留了一些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还有古街道。最特别的是有以前的青楼、烟馆，还有大院，离现在还不到100年。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青楼，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真实存在的青楼到底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和你想象的有什么区别？这一块就是古镇的入口了。这个古镇是分为2部分的，就相当于一部分新街，一部分老街，中间呢是靠一条河流分开的。老街就是以前保留下来的一些古建筑，那新街呢主要就是商铺，当然老街那边也有啊，不过呢有点不一样。你想吃的酒店就是在新街这一块，我们现在走的这是新街啊，青木川古镇3省交界的地方。我们现在一般说到3省交界的地方，普遍呢是旅游景点比较热闹。那在以前比较早的时候，3省交界的地方同样呢也是会比较热闹，一般呢都会形成一个古镇商贸中心，因为在以前嘛，商人基本上在这种云贵川是翻山越岭，那刚好在这样交界的地方就可以进行短暂的停留，这就导致这个地方在以前呢算是一个商贸重镇，繁华起来了。这个古镇在以前的话是羌汉杂居地区，从明朝开始呢是逐渐繁华兴盛，因为在明朝那个时期商业算是比较发达了，到处都能看到商人。这种3省交界的地方比较容易出现商业中心、商业古镇，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它就是三不管地带。因为属于3省交界嘛，又是在大山里面，就很少有人去管理，这就导致这边的环境各方面会相对来说比其他那些知名的古镇或者城市就乱一点，有土匪等等。那在上个世纪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人才。电视剧《一代枭雄》他是叫做何福堂，那实际呢他是有原型，他本身这个人呢是叫做魏福堂，他在这里呢经过发展就形成了自己的武装，最后呢把自己管起来了，相当于这个地方他变成了老大，有人管理，环境好了，土匪没有了，那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商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于是呢这个古镇就更繁华一点，那何福堂呢钱财呢就更多，就变成了一个大地主，有自己的商业街，有宅院，还建造了青楼、烟馆等等。一进来看到一个黄包车，这个大家应该有所熟悉了，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演绎过。那么在当时这个地方估计也有因为这个古镇面积还是有点大的，那么那些商人基本上他不愿意走路，就叫黄包车了。就是这条河流把这个古镇分为2边，那老街呢主要是在那一块，以前这个古镇最繁华的也就是在那一块，因为那边有很多商铺，等一下呢我们过去可以看到传统的老街道那种商铺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看起来这条河流水不是太大那夏天雨季的时候可能会大一点。这个古镇完全是在一个山沟里，四面都是大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像天坑一样，只是说现在有道路出去。那以前呢肯定是没有这么大的马路了，都是靠马匹马车这一类的。青木川老街建筑群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现在天气比较冷，来游玩的人不多，夏天的话就人比较多，因为这个地方在山里面避暑是比较不错的。像现在这边天气起码比外面城市里面低3到4度，基本上都是一些商铺了。我们刚才看的都是新的建筑，过去了才能看到一些老的建筑。第一家就是卖豆腐的，这边都是比较老的建筑了，可能也是上个世纪的，100来年应该有吧。那么以前沿街这一块都是那个店铺的，这些老的房子你看它门都不一样，都是用木板拼接起来的，就是木板一块一块可以拿下来，这个比较有意思吧。青木川镇历史文化展览馆现在关闭了，要不然我们就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历史。那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那个建筑这种很少了，就算很多古镇都没有这么传统的房屋，都是经过修缮的。你看上面的那个
窗户啊都是以前的。这些房屋估计基本都有100年历史左右。我们再来说一说魏福堂这个人，他是出生于1902年，排行老三。一开始啊，小时候他家里是非常贫穷，8岁的时候他过继给了另外一个姓罗的家里。一开始可能条件还可以，结果没有想到他那个继父呢，也很快就把家产败掉了。那么魏福堂一家人呢，也只能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居住。后面他读了几年硕士之后，就参加了地方的一些民团。当时呢，他就开始费尽心思的往上爬。到了22岁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成了青木川的一霸，独霸专行，在当时称之为土皇帝啊。开始建立打造自己的武装，大肆兼并土地，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在上个世纪，青木川这里呢位置比较重要，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大发横财，扩充实力，差不多统治了青木川达到20年。刚刚介绍了一下这个古镇的历史，现在来看一看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大院，还有青楼以及烟馆。先来看一看大院呢，就是魏福堂一代枭雄里面的那个何福堂在这里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大院。魏氏宅院大院就在前方一点点。走到这里发现环境是非常不错啊，有大院，还有那个园林花园呢。那么可能平时一家人在那里面居住，然后在外面休息游玩。这个大院分为老宅和新宅，两座宅子紧挨着，中间呢是有门相连。左边的是新宅，右边的是老宅，都是2进院落，算是四合院了。老宅是1929年建的，新宅是1932年建的。那么老宅呢，可能是当时魏福堂刚刚发迹时候建的，属于砖木结构，就相当于是传统风格的建筑。而新宅呢，是他后面财力实力更雄厚而打造的。自古以来呀，一个人只要发迹成功了，有钱财了，他一般呢都会回老家建房屋，这是必不可少的。你像我们在山西看到很多大院，在江西也看到了，就跟我们现在你如果去外面成功了，也会回家置办那个房屋的一样的道理。整个这一块呀，我们说的风水非常好，有宅院，有山，有水，就是小桥流水、鱼池、凉亭，全部都有，挂着青木川的灯笼。这个古镇是免费的，如果你要参观这个大院、青楼还有烟馆，是收费的，它是一个套票。进来之后真的有点惊讶，房屋真的很漂亮啊，上下2层的，全是这种传统式的建筑风格，而且呢算是一个四合院的，并且中间有台阶，这就是等级的体现了。那么这个第一个院落是当时魏福堂那些手下居住的，因为当时他有自己的武装嘛，我们说的地主武装，那么相当于就是有自己的部队，有管理人员，就是住在下面，以及呢这一块呢也是他的放武器的地方。当时他管理的队伍应该是挺大的，几千人可能没有，几百人可能是有的。有了自己的武装，魏福堂呢在这里呢才能独霸一方。这个房屋到现在95年了，大队长就当时他在这里办公，可能就是魏福堂的手下嘛。现在这里比较简单呢，以前肯定不是这样的布局的。这里呢放了一些酒，可能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就是大队长吃饭的地方，或者是魏福堂有时候来这里看一看，可能也是在这里吃饭，或者是仓库嘛，酒，然后还有一些仿造的弹药箱。这里展示的应该是当时他们使用的一些武器，多边锤，这是古代的兵器啊，可能后面他们也使用了。这个在一些影视剧中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边应该还有一个弹药库，这些应该是仿造的，因为他有几百人的队伍嘛，那这些肯定都有的。往上走一走，像这么高的
台阶把房屋分成2部分，还是比较少见的。那这里是2层，估计啊上面就是1层。哎，确实是如此啊！一上来这里有好几个房间，这里呢是师爷的房间，他是当地人，清朝的秀才，能3手打算盘，这个服务魏福堂大概20年。他是师爷，也是管家，基本上整个这个魏家的财都是由他掌管，他去负责的。我们经常说，一个管家，一个师爷，基本上是可以代替主人的。地位非常高，越是大家族，他这个师爷和管家的地位就越高。同时，这个管家呢，他也是师祖先生，就教何福堂的小孩读书，从而看得出来他也是有能力的。要不然魏福堂不会把这么多事情交给他。这一块呢，也是一道分界线，里面呢是内宅，是魏福堂的家人居住的。我们这一块呢，就是他的手下以及外人居住的。他手下这些人是不能去里面的，就跟皇帝的后宫一样，外大臣是不能进去的。那这一块呢，是他的警卫居住的。当时不知道是在这里居住还是在这里办公，在这里等待啊。这边还放了一些花瓶，我估计以前也有啊，因为是他的贴身侍卫、贴身警卫，地位也是非常高的。看过那个张作霖就知道，有一个喜顺，他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张作霖在，他基本上可以代替张作霖了。那往这边走呢，就是一些卧室了，可能那个师爷、警卫或者队长就居住在这一块。这边还有床，比较简单的。这一块肯定没有内宅豪华的。这里还看到一个这样大的椅子，太师椅。那么魏福堂一开始有一点钱财的时候，还没有买汽车的时候，他要不坐轿，要不就是坐这个。坐这个的话，等于是巡视沁川镇，让大家知道他来了。坐轿子就看不到嘛，所以就抬着这个。这个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或者我们现在去些景区啊，有抬着上山的，也是类似这种啊。最外面这一排是属于防御的。当时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就随时随地观察外面的情况。如果有土匪来攻打青木川，来攻打这个翟岳，那么从这个上面呢，就可以向下面反击。我们在山西看很多大院也是一样的，就在门上面有射击孔。这里呢还摆放了一个枪支，这个肯定是现在不能用的，不过好重啊，是以前淘汰下来的，应该是指于机枪，我对这些不懂啊。还能看到外面，我们刚才从这里进来的。魏福堂自己呢，也算是从土匪出身的，那自然而然他非常注重安全，从而才会弄自己的武装嘛，相当于弄了自己的部队，守卫他的家园，守卫他的那个古镇。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厨房，那么有小厨房，可能有大厨房。这一块的厨房呢，就是供何福堂家人吃的，何福堂还有那个他的夫人、小孩吃的。那么他的手下呀，可能就在其他地方吃。那么有资格来这里吃的，可能就是管家可以。这个是土灶啊，很难得啊，一般现在在景区才有。我看到这个锅比较有意思，这个铁锅做饭还是挺好的。经常看视频可以看到云贵川还有恩施他们炒腊肉啊，用这样大的铁锅，很香很香啊。那个锅铲碰到这个锅，叮当叮当的声音。真的是一种享受啊！在这里作为小厨房，可能魏福堂那些夫人呢也会来这里吃，或者做好给他送到房间去，都有可能啊。一般的话，这种大家族吃饭是单独一个房间的，一般也不会在厨房吃。过来，这边就是内宅了，都是1层的建筑，比下面呢更高1层。最前方是魏福堂的母亲老太太居住的。左右两边呢是他的姨太太，那边是3姨太，这边是4姨太。魏福堂呢，总共是娶了5个媳妇吧，好像是。先来看看3姨太的，这房间还挺大的。走到这里，给我一点感觉，就像是走到了沈阳故宫一样。当时呢，由于那个故宫不是太大，
几个妃子啊，也是住在这样一个院落里面。当然，相对来说比这个大一点点的。这个三姨太呢是姓赵，1915年出生，16岁嫁入魏府，就大概是1931年的时候生了2个女儿。后面呢随女儿定居在甘肃，1988年去世。这里面房间不是太大。这个地方整个这栋房屋是2个姨太太居住的，这边呢是三姨太，就当时她住在这里。床就是这样的，哇，上面雕刻还挺精美的。这是当时她梳妆打扮的地方。自古以来，女子都喜欢梳妆打扮嘛。这里的东西也是老物件了，反正别说100-200年，几十年是有的，起码有70-80年的历史了。它这个窗户很有意思啊，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不一样。小窗户，你看，关了，这个很少见的。那有时候可以在窗户上和对面的那个姨太太说话，她们一般是叫姐妹吧。对面是4姨太，她就在这里，妹妹，今天去不去哪里逛啊？大概是这样，是不是？对门还有个房间是另外一个姨太太居住的，她并不是三姨太占领这样一栋房屋。这个床也是有点不一样的，这里就比刚才那个简单一点。这边是4姨太居住，但是呢，可以看到跟刚才一样有2个房间，那么其实呢是2个姨太太，就是一边2个。4姨太呢是1950年去世，是那个魏福堂的亲戚，姓杨。反正现在看不出来，只能看到床一些桌椅了。最上面呢是佛堂，是魏福堂的母亲礼佛居住的。这边是卧室，这边呢就是他礼佛的。一般大的宅院呢都会有个佛堂。那老宅我们就看完了，去看看新宅。为什么有老宅还会建新宅呢？2种说法。一呢是由于魏福堂的财力实力越来越雄厚，这个老宅呢他觉得不够用，就重新建了一个新宅。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当时魏福堂啊生了几个女儿，他没有儿子，那就请了一个所谓的风水先生来看，说你这里是由于风水的问题，你要重新建一个新宅，这样才会生儿子。后面还真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说这真是巧不巧啊！老宅和新宅说是独立，其实也是连通的，刚好这里就是连通的。一过来就看到一辆汽车，这个是魏福堂买的福特老爷车啊。在上个世纪40年代，魏福堂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看到有这种汽车，他非常心动，于是呢就成都买回来，当时是拆解之后运到青木川，然后重新组装的。因为从成都他肯定是开不回青木川嘛，那个时候这一块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道路，那来到这一块呢，他才修了道路，让这个车辆呢可以行驶。那过来就是这个新宅了，也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明显的看得出来是带点欧式的风格吧。这里基本上称得上是砖结构了。这房屋建筑的还是挺漂亮的，在上个世纪能建造这样的房屋，就证明当时他还是有点财力的。前方呢是他接待宾客以及办公室，先去办公室看一看，挺大的，哇，挺可以的。这个办公室就比较豪华了。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喜欢传统文化，他可能把卧室啊也弄成这个样子，在一些电视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呢，魏福堂就时不时在这里办公，那么当时他就可能在这里处理文件、处理事情，特别是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就可以打电话、接电话。喂，你是那个政治上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如果政治上出现什么意外要他处理的话，肯定也会打电话过来的。那么他去政治呢？去政治里面，早期可能是坐轿，还有坐那个椅子，
到了1949年的时候，他才会做这个福特汽车，可能也做了没多久啊。看看这个办公的地方还挺大的，现在有些人家也是这样的。如果有这样一个大的办公桌，还是很好啊。而且这个木头应该都是实木的。那么当时有人汇报工作，就是坐在这里，在办公室旁边属于接待室，魏福堂接待贵宾、处理日常公务以及议事的地方。这里面的这个家具非常漂亮啊。魏福堂呢，在这里接待比较重要的客人，甚至说有一些人身份比较高，可能呢就会让客人坐在上面，魏福堂坐在下面。这样的椅子也挺贵的吧，有点像龙椅一样的，上面真的有龙啊，还有狮子、麒麟吧。这种椅子看起来是非常漂亮，其实坐下来并不舒服啊。你必须这样抬头挺胸，坐得笔直，坐在这里，靠着肯定不行，因为这上面有很多雕刻，你靠着人会不舒服，就必须这样坐着。还有呢，在以前呢，人坐是有礼仪规定的，这种椅子呢，相当于是身份的象征。如果皇帝坐在龙椅上面，他不能靠着，不能歪着，必须笔直的坐着，因为你如果靠着歪着，下面的大臣就会提醒皇帝要注意礼仪，你是代表一个国家，肯定不行的。所以这种椅子都是看起来舒服，实际坐起来的话，坐久了的话，肯定就不太舒服了。包括这个椅子也一样，看起来是非常漂亮，但其实你看多少雕刻，它是刚才那个的缩小版，雕刻都是一样的。这两边应该是狮子，这个呢是龙，这应该也是龙头。狮子，你说在封建社会，这样的椅子谁敢坐啊？这里在32年建成之后，我估计啊非常热闹，经常呢有贵宾来这里。不知道当时的座椅是不是这样的？就算不是这样的，肯定也是非常珍贵的材料弄的那个椅子。办公室、接待室，在旁边呢属于他的卧室了。这个新宅建好之后，他基本上就在这里居住。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以前的话我感觉肯定是富丽堂皇，有很多那种古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现在这些都是新的了，老的肯定是没有了。这边还有西餐厅，看看上个世纪的西餐厅是什么样的。哇，好精美啊！现在这么精美，我估计以前呢更精美。魏福堂估计是去其他地方看到有西餐厅，有这种西洋建筑，他才照搬过来，要不然他不会建成这个样子的。中间这个房屋是魏福堂的第5个姨太太居住的，姓瞿，1936年嫁过来的，生了2个儿子。就是在他之前，魏福堂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他生下儿子，母以子贵。他在这个家族的地位啊就非常高。2005年去世，是87岁去世啊，高寿了。当时他就居住在这里，一开始不是在这里啊，可能是生了儿子，住到这里了，有单独的，相当于一个院落一样的。其他的姨太太住在老宅，这些都是仿照一些以前的摆放。以前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的。上面这个画像，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他们家族的，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啊。在这边还有个银库，大家族肯定是有啊。在山西大院的话是放在地底下，而这里呢是单独用一个房间。当时呢，魏福堂还成立了一个钱庄，专门印发银票，在散关寨一带流通。这里摆放了很多货币。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是100两，光绪时期的，湖北省造的。这个是光绪时期的200两，很大呀。那些是银元，我们经常说的袁大头。哎，真的看到了，下面就有一个。新宅也是2层的。由于2楼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去看了，包括那个外院也没有什么。那这个大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现在准备去看看烟馆和青楼。
烟馆就在这个地方，2层的，现在看起来是冷冷清清。那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这里呢可是非常热闹啊。这就是烟馆呢，顾名思义，就是旧社会以前吸大烟的商业场所。当时呢，那个魏福堂啊，他就是靠贩卖大烟发家，经营烟馆呢，就是为了吸引过往商客赚钱。这里是2层啊，当年是非常热闹的，上下都是那些房间。那1楼可能简单一点，2楼可能就豪华一点。这个魏福堂当时建造这个烟馆，他还设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只许外来的人，就是外来做生意的人来这里吸大烟，而他家里的人绝对不允许碰。他知道大烟的危害，就自己家里的人不要碰，外面的人就可以碰，为了赚钱什么都不顾。他是不择手段，也做了很多坏事的。这都是当时他们吸烟的房间呢，还放了一个桌子，那可能是不是有2个人或者3个人，他们邀约一起来这里。所以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嘛，他们从其他地方做生意贩卖货物来到这里，那钱财和货物呢都留在这里了，就是因为躺在这里导致什么都没有了。去楼上看一看，它这边的建筑基本上都是2层的，这些都是比较古老的了，差不多9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修缮了，但整体结构应该是没有变的。这个2楼明显就有点不一样了，这等于是豪华的包间，就躺在这里。我们看过影视剧也知道了。这个房间有点不一样，他还弄了一些蜡像。你看，这是蜡像的形象，经常抽烟的人精神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旁边呢还有个人在伺候他们。我们看过一些差不多100来年前的照片呢，就知道了。只要一旦碰上这个，他们那个精神状态很差的，脸色也不对。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警示作用、警醒作用，要远离这些。在那个烟馆不远处啊，有另外一处建筑，叫做龙盛奎，也叫做汉场屋，休闲娱乐的场所，我们俗称的青楼。当时可是服务于富商巨贾，是3省边界有名的休闲娱乐场所，非常热闹啊。进来了，第一感觉就是灯红酒绿，有点像影视剧中的那种青楼。青楼呢，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历朝历代呢，封建社会都有。那么这个青楼是上个世纪的，到现在差不多90多年的历史了，总共是3层，也是根据山体结构来建造的。当年这里非常热闹啊，来青木川这些商人可能都会来这个地方，估计每天都会很热闹。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真实的青楼。那么大家一般听到青楼都觉得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那其实最早的青楼不是这个样子的。青楼最早是诞生于春秋战国的齐国，当时有个宰相叫做管仲。某一天呢，他来到城市大街上进行巡游来看一看，结果呢，发现很多女子在流浪，在乞讨，他就前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回家？怎么来乞讨呢？那些女子就说啊，由于这个战乱，他们家里的亲人都去世了，他们无家可归，为了生活只能上街乞讨流浪。那管仲呢，当时听到非常伤心，他就在想，他在说，我们现在国家都富强了，强大了，竟然还有女子在外面流浪，这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寻找了一个地方，专门收纳这些女子去居住，就让他们在那里生活。那这些女子呢，有一些是有点才能，我们说的琴棋书画呀等等。于是呢，这些女子呢就在这里表演，相当于是挣点费用，不要全部让管仲或者是让当时的那个朝廷去资助他们。这就是青楼最早的来源。后面可能由于时代的发展，青楼呢慢慢就变了，变成大家觉得不好的地方。
它这里分为3层，基本上每层都有包那厢。么它这里的包厢肯定是1楼最便宜，2楼呢相对来说贵一点，那3楼肯定是最贵的，因为3楼的视野是最好嘛，就跟经常说唱戏的那个视野最好的地方肯定是最贵了。刚刚走上来就看到一组蜡像，这个是当年花魁表演的地方，花魁在这里表演，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是在这边观看这个花魁表演。在影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青楼呢女子比较多，它也有花魁和普通的之分。那么这些花魁应该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特别是会使用一些乐器。那这个地方属于娱乐场所，那么如果很多那些商人来这里的话，一开始肯定是有人在这里表演嘛，跳舞的也好，唱歌的也好，都有。那我们站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2楼和3楼的位置是最好的。如果说花魁在这里表演，2楼和3楼的人呢，就可以站在这里看，而1楼那里视线就不太好了。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包厢，这是2楼的第一个包厢。那么这里其中就是一个青楼女子居住的，这个床都弄了一些缝的纱窗，真的是桌子椅子，这里相对来说简陋一点了。那么花魁应该是住在那个3楼的，这里还有一些以前的照片，这都是上个世纪的穿旗袍的。那么当时这些青楼女子啊，弄不好也是会穿旗袍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了，现在是简陋，我估计以前呢不是这样的。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现在没摆放东西。那这一块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厅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做生意的人或者朋友啊，他们就会在这里喝茶聊聊天，然后呢看看花魁表演。那有一些财力雄厚的人，可能就订了包厢，或者呢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来这里听听那个音乐啊，听听古筝，然后顺便在这里谈点事情嘛。我们经常说，现在你如果谈事情，可以去咖啡厅啊，大概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有表演。那么当时这一块应该是坐满了人，这个包厢呢，估计也是满了。2楼和3楼刚好是对着这个花魁的表演台的，不过我是觉得站得这么远，你眼睛很好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如果有近视就看不到了。那这里的费用相对来说肯定是比包厢更少一点。这是另外一个包厢了，跟刚才看的差不多，唯一的就是床有点不一样。上面呢也是有一些画像，都是穿着旗袍的。那么当时这些青楼女子、风尘女子可能都穿着旗袍，包括刚刚看的那个花魁表演，那个也是。那现在我们去3楼看一看，不知道会不会不一样。3楼是消费最高的，建筑都是老的。第一间房屋就展示了，哇，这里就有点不一样了。那当时那些富商啊，他可能就单独在这个房间和青楼女子坐在这里喝茶聊聊天，或者说有一些青楼女子在这里单独给他演奏古筝啊，这一些，因为青楼女子我们说琴棋书画嘛都会。这个3楼的视线确实好啊，在这里能够完整的看到那个花魁表演，所以才说3楼的消费是最贵的嘛。那么如果轮到花魁表演的话，可能这个走廊上也站了很多人。但花魁表演并不说简单的表演呢，肯定是有来这里消费的，在当时来讲来这里消费的，花多少钱让这个花魁表演的，可能是这样的，要不然花魁不可能他自己跑过去表演的。在3楼最后有一个房间，应该是花魁居住的，比较大，然后里面展示的也有点不一样，床在那边，那这里还有个古筝，那么花魁呢就可以在这里单独的给某个富商在这里表演，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么他可能就坐在这里。站在3楼视线确实是挺好的，站在最后面看那个花魁表演和刚才站在2楼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房屋也是纯木结构的，大家觉得这个青楼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高端上档次的感觉？我们经常看影视剧中可以看到一些商人或者一些文人，他们当时身上有钱财的话，就经常会来青楼，后面破产或者没有钱财就被赶走了。总体来说，这个青楼面积不是太大，跟我们在影视剧中看的那种庞大的青楼还是有所区别，或者是比不上的。毕竟当时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小镇。那整体这个青木川古镇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